拿那个咖啡是个身份地位哦，我好像很高贵。更 vibe，真的吗？呀呀，是更 vibe。我们会被骂吗？就买很多，对买来收，我们要去看你的 store room 长什么样子。你们进不去，你们只是开而已。 OK。我工作拿的薪水，我180千存到，我没有动到。欢迎来到浅浅开讲，今天我们跟你好好聊一聊花钱这一回事。I'm in love with money. 什么是消费主义？我想听一听三位不同的见解。对我来讲，就是要买就买啦，不需要的也买，就是喜欢开心就好，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对，就像爱情一样哦。啊，对，男朋友在看吗？最好看的。想买就买，如果闷的时候也是可以买一下。非常喜欢的东西可以买不同的颜色，好像鞋子。如果喜欢，这个 size 很好。不是，我跟你讲，有的时候不光是不同的卡了，有的时候我买到一双鞋子，我觉得很好啊，我怕他以后买不到，我会买2双一模一样的。尤其是出国的时候哦，我觉得其实我没有很喜欢，不过下次我回来买不到了，说我买，对，买2个，哇，到现在还没有用。如果我在闷的时候就刷视频，可是很多广告哇一直在我的脸上，一定给我推销这些产品，就会想要有买的欲望。经济学家其实觉得消费只是刺激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在一个社会里面，越多消费其实越能带来经济的发展。那消费主义在营销里面很多时候是和物质主义放在一起去讲的，也就是说很多人觉得消费主义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因为它让大家过度消费啊或什么样子，大家不是在追求精神上的享受，而更多的是追求物质上的拥有，这方面的定义。如果我看到一个很美的鞋子或很美的衣服，我也会先讲一讲 ，OK， 这个是70块，我到底能够穿它几次？因为我有一个这个 concept 叫 utility cost， 就是说你买东西的时候呢，你要经常用才值得。只用一次的东西，再便宜也是贵的。对，如果你用很多次的东西呢，再贵也是便宜的。Basically 是gourmet 哦，70块的鞋你穿70次哦，它就是1块。哦，对，就是这样。其实基本上就是网络上对这个消费主义，他们有一些特别的定义，有3个条件，一个就是说周遭的这些商家们，他们努力的告诉你你需要这个东西，但其实你并不需要。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产品它会让你很快的就用旧了，比如说电话，现在2年你就要换一台新的。还有第3个标准，我们等下再谈。我要先有一个小小的游戏。卡片上有9个不同的产品或服务，如果你们拥有这些物品或享用过这些服务，请打勾。一个星期喝3次这个 S 品牌是怎么回事啊？你理解我，我们是一样的。对2位为什么？要拿那个咖啡是个身份地位。对，哎呀，那边晃来晃去哦，这样很高贵。是个 vibe， 真的吗？呀呀，是个 vibe。我们会被骂吗？你可以买那个杯，你去那个 kopi 店来放咖啡进去。很喜欢我的 kopi 店 kopi 我给我送的。不要强一点。我也是喜欢 kopitiam 的 teh peng， 不过我拍照我是拿 S 品牌拍照，我不会拿我的 teh peng 拍照。坦白讲，得欧宾给我送是我坦白讲，因为既便宜又很强。然后当然那边有订阅串流媒体平台，然后你说你不只订阅1个。我有2种，一个是私人用，一个是business 用business 就好像 ChatGPT 然后我也有 ManyChat， 就是说人家message 我的时候，他用那个字，我的 bot 就会自动发我写的 message 给他。然后私人的我有是 Netflix 和1半的 view。你跟人家 share？ 没有，就是说我要看那个戏，我就去买，我看完了我就按 subscribe。我等另外一个戏，我想要看，我就再去 subscribe， 然后我又按 subscribe。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编导就说希望大家带一样东西，是你们在过去花过钱买了它，但现在觉得很后悔的东西。我的是我的 tablet， 因为你懂他们有不同的等级啊，对，对，我的是比较贵的。可是就是很多人觉得很需要啊。我就是那样觉得，我觉得我很需要，结果我买后，我觉得我不需要。我身边很多朋友那时候也买，
那我看他们用这个来画画，然后是我也想画画，我就觉得我的工作也需要。 OK 结果买后我觉得我的电话都可以做那些事了，而且我懂我讲我后悔对不对？不过现在那个新的要出来，我也是在想要不要买啊？所以我想问，就是有什么东西也是你们自己其实没有觉得很需要，但是大家都在跟风，你们就把它买了啊？其实我有你还有啊？很多东西你还有啊？你们有买吗？没有。没有，不能理解。是那个刺激感还蛮合。其实我看我也是没有觉得很可爱，但我的身边朋友也是买，但我跟他们一起去，我就觉得哇，其实挺可爱的啦。然后我就买，所以我越买越多。因为现在我有很多是我觉得我不喜欢的，因为是盲盒嘛。去 Carousel 卖掉，有点又懒惰，对不懒对得卖？其实就不要买了，这样子赌博这样子啊，这真的样没有意思，没有意思。我想问一下，你是现在有自己的家，还是你跟你爸妈住？跟我爸妈煮，所以还没有摆出来，又没有喂，所以还在箱子里面，然后在我的 store。然后 Royce 你带了什么？我的是护肤品，所以这个最近在这个 TikTok 小小一只还好吧？很红，所以他们就说哇，擦了这个之后毛孔全部会不见，脸不会油，而且会水光光的，这样很 glowing。小心哦，以后这个牌子不会找你了。所以我盖住了。可是我要先说，这个牌子有其他的产品是很好的。我是油性皮肤，我擦了之后，隔天就冒痘痘。like 整张脸那边下巴全部那些 T zone 的都会有冒痘痘，因为你去刷视频，那个视频就是广告有很多，就讲哇一定要买一定要买，可是没有看到是 for dry skin only， 所以我买了之后就有点小后悔。其实更多的消费渠道也会刺激消费者，可能在时时刻刻都能买东西。如果你看这个直播的时候，你自己想想这个东西我去吃，或者说我穿在身上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会让大家更有购买的欲望，哇，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及时性，你看到了，你就可以去下单去购买。Dawn，你今天带了什么？我想了一整天，我还叫我老公，你帮我想有什么东西买了后悔吗？我们真的想不出。他死都不要认错，对不对？有些人讲哈，你 budget 费这个哪里是 budget？ 它是600多块嘛。可是我就一直讲，这个已经是5年哎。我今天如果 plug 进去，你听那个声音，好像是 brand new， 没有坏到。为什么以前大家没有这样的一种消费理念？就是我要去找 PT， 我要去健身房买一个配套，买 L 品牌，或者说我要去做 business class。因为在我父母那个年代他们觉得你能够搭飞机出国就很好了。我觉得是社交媒体，因为现在全部人都在用 TikTok、Instagram 这些，都在 share 他们在做什么、去哪里、买什么嘛。我们越看越多，我们觉得我也要这个，我也要那个。不过以前我们的父母时代时候都没有这些，都没有电话，所以你就不会想到。对，现在很 FOMO， 我 try to resist 啦，可是我认同 FOMO 的 feeling 越来越多。不过我不会去想到为什么我的朋友有这些人我没有，知道吗？把你的拿起来。其实我就是撒谎其实我就是那个朋友了。OK， 回到我们手上这个9宫格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列举出这9样东西？基本上我们都把它们统称为生活非必需品。那为什么大家还是会在这里面做一些选择？有时候真的是看到朋友买，才觉得我应该要买。我是真的是 practical， 我就去花钱买我是开心就好。其实 OK， 我现在比较会存钱，不花这么多，因为需要买屋子，没有办法，有没有？不过以前很像2年前我每3-4个月会去吃 omakase。omakase 跟普通的日本餐不一样。OK， 来说一说哪里不同？这种东西讲不出，你吃了你才懂。改变了你的人生，真的改变了哇！我跟你讲，我的世界变大。食材不一样啊，比较新鲜啊。我不吃 omakase， 我也可以吃到很新鲜的。不一样，那个甜味那个甜度不一样，而且做的那个人也不一样。师傅会讲日文的时候，是啦，而且训练有可能30年的那种，不一样。我觉得是你心态的问题，是你的没心态有，真的不一样。。 OK， 改次我们 try 你放一个普通的那个 omakase， 看我们吃得出吗？来上菜。我想请你们回忆一下，如果你们最近买的10样东西里面生活必需品占了几样？
我的答案可能是5或6了。 OK 可是那4个大部分不是我的，是给孩子类似玩具啊。啊，他们的 sticker 啊，这哎呀不需要了。 Royce ，V 4 5样吧。4、5样啊，为什么我觉得我是0啊？啊？你觉得每一样都是生活必需品啊？没有，我是没有一个是必需品。哦，因为我买午餐，对不对？嗯其实可以买菜饭3块多，不过我去买冬我马阴米很贵那6块个半。没有，那个算那个也必需品，算啊那个算必需品对。但是你们有没有察觉，就是当我们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提到很多的就是开心。这9样东西不是必需品，但是我开心。然后玩具不是必需品，但是孩子开心。我觉得是看你是怎么样的人。如果我是那种不要乱花钱的人，我可以越省越多，我就会很开心。不过如果我是买这些来开心的人，我就应该花更多，就不一样的我就会开心了对，我觉得我很开心，我看我的银行户口，我很开心。他看他的孩子开心，他对，我也开心看我孩子虽然那个 sticker 很没有用，可是他们开心就好了。多巴胺消费其实是情绪消费，而多巴胺呢是让大家产生愉悦感的一个，就是脑子里面产生的一种元素。它本身其实不会带来过度消费，对有些人来讲，它是一个很好的心情调节的方法。我觉得 nothing wrong。但是如果你从事了太多的多巴胺消费，而没有考虑自己的钱包有没有足够的钱，那就会带来过度消费。我最近正有一个朋友，他跟我借200块，他说他没钱吃饭了，可是他的社交媒体啊，每天都是酒店、夜店，然后贵的箱子、贵的酒，所以我突然就会觉得，现在是不是有这么一群人，就是看起来好像很有钱，但其实也真正没什么钱。所以你借了200块，我借了100给他，哦，我就算给他了，我就说你不用还了，这个不重要了。我重要。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朋友是这样子？有同样的经历。哦，真的啊、呀，我借的时候没有想这么多，讲他讲有紧急需要，家庭的什么什么什么，我就借了一下，4位数的，我就借了之后我就觉得为什么你社交媒体还是可以好像出去玩啊，喝酒啊？如果你真的需要那个4位数的那个金额，你应该是不可以出门的，对不对？重要的是那个钱有回来嘛，4位数闹了很久才拿到回来。所以记得我们刚刚开始有讲到说，消费主义其实有几个不同的标准。刚刚我说有一个我还没有讲，当你买了这样东西的时候啊，你觉得自己有一个阶级的跃升，你不再是以前的这个小镇姑娘，或是干绑男孩了。你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名牌包，因为之前我带很多那种上网买得到那些10多块的包包，我就觉得我朋友就一直在我耳朵上面讲，你是小有名气的人，应该是带那种有品牌的。可是觉得真的需要到那个产品吗？要看情况了。如果工作的时候带出去，我觉得有些周遭的人看你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眼光，对对对真的是会有效的。我们的节目会有年轻人在看呢。我觉得适可而止 ，within your means， 喜欢就要买。如果能在我的经济范围之内呢，我就会要获得。我觉得没有消费这么高了，只是在社交媒体放那些比较奢侈的东西比较多因为既然买了就要展现一下。可是实际上，我觉得消费能力的话还是蛮普通的。然后你觉得嘞？我不会耶，我是看我银行跟我投资里面多少钱，我才觉得我的地位在哪里。我之前长大的时候，我妈妈在那个 Asian Financial Crisis 失去她的工作，她要去我们的 relatives 家借钱啊，可是我们的补习跟消费没有卡过。那时候我就已经决定，我长大后我不要让钱成为一个 weakness。我一直要有一笔数目，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不需要借钱，然后同样的，我不想要以后我老了，孩子要养我，所以我跟我先生就决定，我们要 ensure 我们以后虽然说我们没有工作了，可是还有 passive income， 还有 dividend。Oh my god！ 我突然想到，我最近买一个很贵的东西，400多块。你们懂 Blackpink Jennie 吗？她代言的那个墨镜，我买，对不对？因为我喜欢她，而且我也觉得好看。我已经买了，很像是2个月啊。400多啊，400多，一次都没戴到，因为我不舍得戴。它
是买来收藏的。对，收藏有放在这里挂起来吗？吊起来没有，家里没有位啊。因为现在比较老了啊，需要买屋子有没有？所以需要存比较多。明白？我还是公司里面最会花钱的那一位，吃东西开心就好，贵还是买。泡泡茶差不多每天都买，玩具每个月也买。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我不要浪费我的父母的钱，所以像我们出去有很多东西我要，我又不敢讲，所以现在我出来工作，有自己的钱，有大人的钱了，我就买，给自己快乐。我当时的男朋友求婚，我知道他要求婚了，可是他在看的戒指，而且他周围的朋友买的戒指都是那些10,000多块啊这些，我就骂他，我讲，如果你跟我求婚，我发现到你买给我的戒指是5 digit 哦，我就会跟你讲 no。然后呢，过后我就叫我朋友，这个很美耶。又有一个 heart shape 啊，哇，很穷，又不是很贵啊，我就讲你可以发给他那个 link 嘛，然后就求婚我看啊，对 ，OK， 那个戒指对你又没有花很多钱 ，OK 可以，我讲 yes。哇，你是好太，因为他懂得那个剩下的钱还是会归给他的，所以他宁愿把它收进那个银行里面。你看它又漂亮，它是我喜欢的一个 shape。还有它又不是很贵，所以我穿的时候我也不担心我会把它弄丢。如果我身上任何东西我有一天撕掉，我其实是 OK 的，因为它又不是很贵，我可以重新再买。这个厉害，OK。所以我们看，其实说每个人买东西的那个原因都不一样，但是现在有一种买东西的冲动是它的价格便宜到离谱。有的时候我其实完全不需要，可是它这么便宜，真的不买对不起我自己。尤其现在很多电商都会打折。那个时候我买很多袜子，本身就没有很贵，不过就很像$1 off 还是50% off，OK， 我买很多，对，买来收。我们要去看你的 store room 长什么样子，好像很多东西。你们进不去，很多盲盒，你们只是开而已。我家里的储藏室没有很大。不过，我觉得，25%的东西都是我的。连我婆婆的房间也是有我的东西，我的房间当然也是有我的东西。那不够位哦，我需要放我的床的旁边，放地上也是。对，所以以后我的家我也不懂要怎么办。如果看到有 sale 的这个字，如果觉得好像那种11223344全部那些啊，哇，我就会一定要买个东西才爽一下。更死的是他们有 deadline，然后他们有 12点，呀，那你会看到那个 countdown 一直在下，然后你觉得 Oh my God， 没有时间了，下更多。这波就不能输，怕输，对，就一定要买到东西。对，然后你看那个 voucher 一出来哦，你就抢，然后12点 check out。不过讲真的因为他们现在每个月都有，让我没有很想要买。如果我这次促销的时候买了一年的手指，对吧？那我其实这一年就不再买了，那是一件好事情，不算是过度消费。但是我每次就是手指促销的时候都买，结果发现家里面就是放了30年用不完的这种，那就是一个过度消费的问题。我接下来想问，就是不晓得你们如何分配你们的薪水的？应该过半我会存起来。过半啊！哇哦！因为我的妈妈管制我的账户，很好。所以他就会看我的那个信用卡的那些用的那个方式，还有我存的钱，如果没有存太多，他就会骂我。等于是你的所有的薪水就是还完信用卡 ，everything 都花完之后，还能存下一半，尽量。很好。妹妹呢？妹妹怎么没有存到啊？有，我的薪水每次进来25%我去存，所以我会有 cash。In case 我需要 rainy days， 另外25%我就去放进保险和投资，所以那个是 long term。不错嘞，你这个对，然后再多一点给妈妈，给婆婆，剩下的就是你的，可以买东西。所以你买的那个太阳眼镜是在你剩下的之内。对，蛮好赚的。对，来，你应该就更加的存多了吧 ？OK， 我可能算的方式不一样，因为我有2种，一个是我工作拿的薪水，另外一个是我去做这些 project， 像 Royce 这样去做这些campaigns 啊，或者写那个 article 而赚来的钱。所以我工作那方面呢，我180%存到。
我没有动到。因为我的钱我是从这里跟我的 dividends 拿的嘛，那个 dividends 呢足够来付我的很多东西，比如说呢，我去韩国，我回来我就算，哎呦，我花了1600，哎呀，可能太多了吧？可是我就开我的户口，可是我在这个星期之内，这些股票已经给我2400多块。所以其实我的 shopping 全都是免费哦。我不要听这些东西。我在想你怎样？我只有一个 debit card 的人，我就是反正钱进来我就花，然后也没有存，因为我没有存什么钱的 account 啊，这种完蛋了，对不对？所以你没有 saving？我有，就是我只有一个铺，然后你就里面有钱就花这样子。那一个月拿那个几毛钱的那个 savings 的，你应该分开。因为如果你只有一张，你一直看我有很多钱哦，你的脑子就会跟你讲，你可以花更多。是，你看不到的钱你就不懂。你要 separate。对，像他的方法很好，进来直接拿出去，看不到就花不到。再看这个节目，如果你也没有信用卡的话，拜托在下面留个言，没有信用卡又怎样呢？你就会失去到有机会拿到折扣，而且拿到 rewards。rewards 有2种，一个是 cashback， 另外一个就是你拿到 miles。所以你全部朋友做 business class 的，大部分硬币是用猫来去做。所以那个谁，还有那个谁，你们以后别跟我拽哈，你们不过就是有这个积分而已。我吓到，我是很久没有遇到这种人了。哇，领轩真的是 miss out 到很多的 rewards。你还没有想到折扣，所以真是很遗憾。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的银行户口，首先是为什么那个 interest 降低？这个 climate 呢，你很容易能够拿到3、4或5%，对吗？你为什么要拿这么少？应该去换。我觉得比较让我最自在的消费方式，真的就是我现在的消费方式，没有信用卡。赚多少花多少，我不去想那些东西。如果我想去做商务舱，我就自己花钱去买，那个是最让我舒服的。我之前为什么不喜欢申请信用卡，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要算，而且你算来算去，你是算不过银行的。有句俗语嘛，这个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永远都是银行会算过你的。但是我今天见到端，我真的觉得，搞不好我能有胜算。所以我想试试看，再挑战一把，头脑风暴一下。所以你有 credit card？ 我有，你有几张？我还没有1张而已。1张。所以一张你有几张？2张。2张。我有5张经常用，多3或4张不是很经常用，要看情况。对，因为我有1张卡实物。另外一个呢是全部网上的东西，然后另外1张呢就是我需要出国订那些 hotel 啊、机票这些都是用那张卡 travel 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他的不能用到，比如说你的保险啊、我的 income tax 啊，然后我多一个就是我搭MRT 或者汽车这些，我就用那张卡，这就是我常用的5张卡。我觉得他很厉害，我觉得我有他的18%的 savviness when it comes to all this, yeah, but 我觉得我不能像他讲，因为我会很压力，我不可以每天在想 ，OK 这个要还是不要，因为对我来说是开心最重要。而且如果我需要去看，这边买可以存比较多，还是那边可以存比较多，我会很累。我要现在买。不过有可能如果我有孩子就不一样了。Don 就是一个用功的学生，用功的学生就会拿 A 的成绩。如果你有这么用功、这么努力，你就会获得更大的优惠、更多的 mouse。如果你是懒惰的学生，像我，就是用1、2张，所以优惠就比较低一点。所以我要做用功的学生。讲是讲了，可是有可能做不到了，因为很麻烦嘞。那会不会觉得说，因为我有很多卡，所以我要想说，我无形之中消费反而变多了？所以如果你不可以控制你1张就好。对。而且如果你真的不能控制，你去你的银行、你的 app 里面，你放那个 credit limit，你放，比如说你只给你自己花1000块、2000块，你放那个 limit，你一到那个 limit 呢，你的卡刷不到了。跟你讲，你的 credit card right， 你link to， 因为那个他也会给你cashback， 但你的 credit card 也有 cashback， 要不然就是 mouse， 但你就有1到2个东西耶。我教你另外一个更有趣的，就是 cashback 那边，你有 mouse on mouse， 就是
什么？就是说呢，比如说你要去 A 的店买你那张 pad 对吗？你就拎你的卡去那个网站 check out 用你的卡，你就拿到你的卡的4 miles per dollar， 而且那边的 extra mile。快点把手机给我，我要去下载。节目进行到现在已经完全失控了。不过最重要的是，钱要花的聪明，以及不要掉入消费主义的陷阱啊！希望大家可以更加聪明的理财，更加聪明的消费。也谢谢3位的分享，谢谢你们，谢谢。感谢你收看《钱钱开讲》，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留言转发，也在以下的平台巴士界、Me Watch 还有 YouTube 收看我们的其他更多节目的剧集。谢谢你们，谢谢，谢谢。download。很多人觉得说消费主义其实买了一堆你用不到的东西，或者你进入商家的某种圈套。可问题是，我开心啊！我买到这些东西，你管它好不好用？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开心。你只要不影响别人，你没有欠很多钱，你没搞到倾家荡产，消费主义一点又有何妨呢？对吧？